肖战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是我给你写100封信的第8天，时间过得还挺快的。今天真的没干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安安心心帮妈妈干了些琐事儿，都是些不起眼的小活，却觉得挺踏实的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亲手做了面给爸爸妈妈吃，看着他们吃着挺满足的样子，我心里也跟着暖暖的。下午没去远的地方，就在家附近逛了逛，家里的氛围真的太舒服了。阳光明媚的刚好，不刺眼也不微弱，洒在身上暖洋洋的，空气也格外清新，吸一口都是淡淡的草木气息。我就这么听着歌，安安静静晒着太阳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。突然意识到，我最近电子产品确实看多了，眼睛总觉得涩涩的。今天这样晒着太阳，远离屏幕，也算是好好放松了一下眼睛，整个人都舒缓了不少。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家三小姐回来了，我特意去接了她。见到她的那一刻，心里还挺开心的。对了，肖战先生，跟你说个小事儿，我妈妈前几天种的小麦已经发芽了，嫩生生的小芽冒出来，看着就有生命力。她今天把粘花糖要用的东西都收拾妥当了，打算明天就动手去做。我们家王女士每年都是这样，一到这个时候就精力无限，好像永远都不知道累一样。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吃妈妈做的花糖，那种纯粹的香甜味是童年里很珍贵的味道，可不知为什么长大了之后就没那么期待了。但妈妈每年都记得这个习俗，还做得特别有动力，我们也实在不好扫她的兴，每年都会陪着她一起忙活。肖战先生，你是不是知道花糖是什么呀？因为我在你的歌曲《岁岁年年》里清楚地听到了“正月沾花糖”这句歌词，当时听到的时候真的特别惊喜，感觉一下子就有了共鸣。我们这边一直有沾花糖的习俗，可我之前问我同学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花糖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小麦居然可以拿来熬麦芽糖。不过我把妈妈做的花糖带给他们吃的时候，他们都说特别好吃，还追问我是怎么做的呢。其实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久违的空虚感，那种感觉说不上来，但是我从前有过，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很无聊，提不起兴致，甚至连吃个饭，我都会下意识的去思考它的意义。这种低落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了现在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缓解。想来想去，我打算去二刷一点你的剧吧，看看你演的角色，听听你的声音，或许心情就能好起来了。昨天妈妈还特意跟我说，让我考完驾照好好放松，可以睡到自然醒。可我今天8点过就醒了，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。自从驾照考完的那天起，我就一直睡不好。明明之前那么盼着考完能好好补个觉，结果现在反而作息乱了，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过几天我打算找座山去征服一下吧，爬爬山，多吸吸山里的新鲜空气，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。希望大自然能治愈一下我此刻的心情。今天刷到一则视频，里面说人就短短的一生，而且死亡的概率是100%，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。我看之后其实还特别有感触，觉得确实不该被这些莫名的情绪困住，要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。肖战先生，你真的是我寡淡生活的调味剂之一。不管是开心的时候，还是像现在这样有点迷茫的时候，想到你，看到你的作品，其实我心里就会觉得多了一份力量。非常抱歉，今天可能对你吐了太多的苦水，耽误你听这些琐碎的心事。我现在打算去找一下我的快乐了，看看书，听听歌，再看看你，希望晚上能做个好梦。梦里有个智者来开导我一下，最好那个智者是你呀。依然满心期待你的新剧，希望你拍戏顺利，片场天气凉，一定要注意保暖，照顾好自己。那我们明天见。肖战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是我给你写100封信的第9天啦。时间真的是种留不住的东西，不知不觉就快要写满10封信了。一天天过去，即使我们昨天做过的事、说过的话，今天大多都记不太清了。这就是我坚持给你写这些日常的原因。
我希望许多年后，你曾如何照亮我的少女时代这件事情能够有迹可循。每天跟你碎碎念一些想法和思考时，常常说着下一句，就发现上一句里藏着的小情绪和一些小漏洞，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啊！你每多走一段路，多遇见一些人，见识一些风景，就会慢慢发现以前的不足，然后学着把接下来的路走得更稳一点。昨天分享的视频里，我提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，评论区有位家人分享了你的话：认真的时候工作，独处的时候思考，难过的时候睡觉。真的特别感谢他。其实我觉得独处的时候思考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涉猎，读书、看报、听新闻，他们能够让我们看到世界更多的不同侧面，心里的褶皱也会慢慢被抚平。这些话写的有点罗麻西扯，你就当我是意识流的写法吧。昨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好，一觉睡到了自然醒，妹妹也在家，爸爸妈妈把我们宠得不像话，起床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早午饭。吃完饭后，我和妹妹跟着爸爸在寻根机后面忙活了一会儿，妈妈则在家里忙着熬麦芽糖。到了晚上，我就陪着妈妈一起沾花糖了。昨天视频下面有家人留言说想看制作的过程，我大概记录了一些片段，但没能拍全。沾花糖本身花不了太多时间，但最费功夫的是熬麦芽糖。妈妈今天凌晨4点就起来忙活了，即便这样，我们也是到9点左右才全部粘好。弄好的时候，差不多就到现在了。我刚刚跟你写好信，现在才发出来。今天的分享稍微有点晚，如果后面来得及的话，我可以剪一期视频，好好跟大家分享麦芽糖和花糖的制作过程。这次熬的麦芽糖除了沾花糖，我们还留了不少，打算分给亲戚朋友，剩下的自己慢慢吃。如果有家人想尝尝，不妨在评论区留言，方便的话我可以寄一点给大家。纯手工做的，没有任何的添加，配料只有玉米和小麦。今天看似没有做什么大事儿，却也忙到现在才闲下来。肖战先生，你呢？今天有没有好好休息？早上看到了锦州拍戏的路透，宁夏的严寒里，工作人员给你递鞋子的样子，让人忍不住心疼。知道你主演的谍报上不封顶，不仅是大家年度最期待的剧集，还被央视列入重点名单。这份认可真的是实至名归，也为你感到骄傲。希望你在专注拍戏的同时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别让身体受累。今天的信就写到这里了，祝你工作顺利，事事顺心，一定要注意保暖。明天见。肖战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是我给你写100封信的第10天了，而今天的笔墨，我只想完完整整的献给2019年那个让我一眼入心，到了26年依旧反复刷来看的角色魏无羡。至今难忘2019年初次邂逅陈情令的那个匆匆的夏天，忘不了那个身着黑衣、梳着鲜红发带的少年，提着2坛天子笑，轻盈越过云梦林花雾的墙头，眉眼间的明媚张扬，像装进心底的一束烈阳，瞬间驱散了所有沉闷。那时便觉得怎么会有这样鲜活的人？若是我有这样一位朋友，我也一定要将他带到余生不知处，带回去藏起来。他会在荷塘边和师姐撒娇要莲藕排骨汤，会和江澄插科打诨互怼不停，也会在面对不公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。玄武洞顶的绝境里，他明知自身难保，却依旧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。引开妖兽时的决绝背影，配上那句我来，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万藏岗3月煎熬，他于黑暗中涅槃重生，归来时虽身负阴虎符，遭天下人忌惮唾骂，却始终未曾背弃保护弱小的初心。那句是非在己，毁誉由人，得失不论，字字铿锵刻进了我的心底。即便后来历经挫骨扬灰的苦楚，重生归来，他眼底的赤诚与温柔依旧未减。面对昔日恩怨，选择放下执念，用包容与善良化解纷争。那时我便明白，真正的强者是愿意以弱者的自由为边界的。
魏无羡的魅力从不是完美无缺，而是他在命运的反复搓磨中，始终保持着那份难能可贵的纯粹。他敢爱敢恨，敢做敢当。面对阳关道与独木桥的选择，毅然决然地走向那条布满荆棘却坚守道义的路。他重情重义，对师姐的敬重，对蓝湛的信任，对温室老弱的悲悯，都让这个角色立体而鲜活。这个角色带给我的远不止一时的心动，更是长久的精神滋养。在我迷茫彷徨的时候，不知该如何选择时，是他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倔强，让我有了坚守本心的勇气。在我因他人误解而难过失落的时候，是他毁誉游人的豁达，让我学会不必强求所有人的认可。在我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，是他于绝境中向阳而生的韧劲儿，让我重新拾起前行的力量。19年至今，魏无羡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成长路上的每一处迷茫，也让我慢慢成为一个更勇敢、更善良、更坚定的人。演戏本身就是人演给人看的，或许我今天写下的这封信，会有人说我夸大其词，也会有人说我搁这儿写作文了。在这里我也想声明一下，请原著粉勿扰，理性发言。是你用真诚的演绎，让每个角色都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。除了魏无羡，你塑造的每一个鲜活的形象，都在无形中给我前行的勇气，让我明白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要保持热爱，坚守初心。愿你往后在演艺路上始终顺遂，能遇见更多让你心动的角色，解锁更多无限的可能。愿你拍戏时少些奔波劳累，多些从容自在，身体健康无忧。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，既有坚守热爱的勇气，也有享受生活的闲暇。所行皆坦途，所念皆如愿，永远保持那份清澈通透的初心，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，收获满意的幸福与认可。是魏无羡让我认识了你，肖战先生。然后我才在一直反复的考古，一直反复的刷你的剧，看你的动态，从你说的话，你演的角色中获得力量。你用细腻的演技将这部角色的喜与悲、刚与柔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让魏无羡真正活了过来，也让这个角色成为我青春里最珍贵的印记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每当我想起那个红发带的少年，想起他传递的温柔与力量，想起我的2019年，我的初三，就会更有底气去面对生活的风雨。今天的信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祝你工作顺利，起落平安，愿你永远被温柔以待，我们明天见。肖战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是2026年1月29日，也是我给你写100封信的第11天了。2026年的第1个月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时间真的是种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。还好我是一个比较爱分享的人，这样以后我逝去的时光也有迹可循了。今天我什么也没干，因为爸妈让我在家里学习。中午的时候给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做了午饭，下午我们全家人都在家里，5点钟就准时吃上晚饭啦，也是吃上我们家三小姐做的饭了，虽然她只炒了一个土豆。晚上我们家王女士让我去给她的闺蜜帮了个忙，我们家王女士最近一直耽误我给你读信的时间，所以今天的信也稍微有点晚了。今天的这封信，我想写给你演过的角色中我非常喜欢的另一个角色肖春生。虽然你演过的角色都让我非常喜欢，肖春生他就像北京胡同里升起的一缕晨光，带着少年人独有的炽热与坦荡，眼里藏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坚韧，心里却装着对朋友、对爱人、对时代最柔软的赤诚。记忆里的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什刹海的街巷，身后跟着一群意气风发的兄弟。那句遇事不逃避，逢难不低头的口头禅，像一粒种子在观众心里生了根。他重情重义，哪怕被误会、被辜负，也始终坚守着朋友一场、肝胆相照的初心。他有理想，在时代的浪潮中起起落落，从青涩的少年到成熟的男人，从未放弃对那片海的向往。
他懂担当，面对生活的重击、身体的创伤，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笑着说：人生哪有一帆风顺，磕磕绊绊才是常态。然后重新站起来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那个意气风发的什刹海把妹王，真的在我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提起肖春生对我的影响，他在很多个我迷茫的瞬间里，都会想起那句认定的路就别回头，一步一步走到底，总会到的这样的话。就像剧里说的，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青春，每个青春都有不一样的精彩，但不变的是那份纯粹与勇气。肖春生让我明白，青春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，而在于敢闯敢拼，敢爱敢恨，在于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都能保持心底的那份纯粹。他教会我真诚待人，因为真心换真心，才能走得远。教会我直面困难，因为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迎难而上才是强者的选择。更教会我心怀希望，哪怕眼前迷雾重重，也要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抵达梦中的那片海。如果有哪一天和年少的那群伙伴们走散了，我们也可以回到什刹海重逢。贺红玲和童小梅，一个惊艳了肖春生的少年时代，一个温柔了他往后的岁月。幸好在最后，你们都直面了青春里的所有遗憾，都珍惜住了自己当下的幸福。肖战先生，每次看你演绎的角色，都能感受到你对每个人物的用心，是你让肖春生这个角色有了灵魂，让他的故事能跨越时空，激励着我们这些普通的观众，让肖春生永远活在了我的心里，活在了我们的心里。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你拍戏一定很辛苦，要记得多穿点衣服，注意保暖。工作再忙也要好好休息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这是我们最牵挂的事。那今天的信就写到这里了，希望你能有个甜甜的梦，明天见。肖战先生，晚上好，今天是我给你写100封信的第12天了，带着一身烧烤味加刚感冒的鼻音来报道。先跟你坦白，我今天可是个早起的学习人，打引号的学习人。一大早就被我们家王女士叫起来了，然后上午让我在房间里学习。窗外的太阳是真给力，晒得屋子里暖烘烘的，天空蓝得发亮，连村口核桃树的影子都透着清爽。学到中途，我还偷偷溜到鱼塘边透气，看着日子慢悠悠地过着，突然就想起你在采访里说，累的时候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。肖战先生，你最近工作是不是也很忙呀？有没有好好晒太阳，好好休息？可别像我一样，学习太投入了，忘了喝水，下午就有点感冒了。下午才是重头戏，我和妹妹承包了全家的烧烤大业。一开始我俩还信心满满，结果一合作起来就是手忙脚乱。我切肉肠的时候还差点切到手，看来我和我妹还是不适合一起做事情。不过今天烤出来的烧烤非常好吃，五花肉是我精挑细选的肥瘦相间款，烤得滋滋冒油，边缘焦焦的，咬一口油香直冲天灵盖，一点都不腻。肉肠烤到表皮起皱，咬下去爆汁儿的瞬间，我和妹妹差点抢起来，还好食材准备的够多，吃烧烤再配上一口生菜，真是绝绝子。土豆切得厚厚的，烤得一面焦脆一面软糯，撒上椒盐，香得我爸都忍不住跟我们抢着吃，爸爸妈妈都说跟我们一起吃饭倍儿香。全家围在烧烤架旁吃烧烤的样子真的太快乐了，爸妈聊着地里的庄稼，妹妹我俩就聊一些帅哥美女啥的，我一边啃着五花肉，一边跟他讲肖战先生你有多优秀。我妹真的快要 out 了，她居然没有看过《陈情令》，听说明晚上就要开始看《陈情令》了。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吃到爱吃的美食呀？要是忙得没时间好好吃饭，可得抽时间给自己加个餐哦。吃烧烤的时候，太阳慢慢下山，一切都带着一点橘黄色的温柔。我一边吃一边想，能把这些平平淡淡的快乐写下来告诉你，也觉得特别满足。唯一的小遗憾就是感冒有点加重了，鼻子堵得像被棉花塞住，说话带着浓浓的鼻音。我妈还调侃我养成气泡音了呢，哈哈。要是你听到肯定也会觉得好笑吧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搁这儿做梦呢。
今天吃了热乎乎的烧烤，又喝了妈妈煮的姜茶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肖战先生，今天虽然只是普通的一天，早起学习，下午烤串，然后时间不知不觉的就流走了，但因为能跟你分享，就变得特别有意义。希望你也能偶尔放慢脚步，享受这种简单的快乐，就像你一直告诉我们的要好好生活那样。今天就唠到这儿了，我得赶紧去吃药睡觉，争取明天感冒好起来，以最佳的状态给你写第13封信，祝你工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肖战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是我打卡给你写100封信的第13天了，有没有被我的坚持惊艳到呀？首先必须尖叫播报，刷到你入围总台电视剧年度盛典的消息时，我直接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感冒鼻塞都瞬间通了半秒。虽然最后没能捧回奖杯，但咱可是视帝提名里最年轻的男演员呀，这含金量妥妥的好吗？在我们心里，你早就是自带光环的无冕视帝了，演技、口碑、路人缘全在线，什么奖项配不上你呀？反正我已经把你的提名片段循环播放了好几遍，每一帧都帅到我的心巴上。未来咱们继续静待花开，理性为你打 call。关于提名这件事，家人们的一些小疑惑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看这条评论。其实你得奖只是时间的事情，我们只需要慢慢等待，一起为你加油，就是对你最好的支持。不过要跟你坦白一个小惨事儿，我的感冒彻底升级为重灾区了。现在的我鼻子红得像熟透的草莓，捏鼻涕用掉的纸巾堆起来能绕书桌一圈，鼻尖擦得又红又肿，连呼吸都带着酸涩感，说话还自带鼻塞版气泡音。估计现在给你唱歌都能唱出电音效果，一整天都瘫在床上，脑袋昏沉沉的像装了浆糊，连刷你的视频都得时不时暂停捏鼻涕。好希望能得到你的一个抱抱。还好咱们这儿的环境治愈力超强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们这儿的天空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，干净的没有一丝云彩，抬头一看都觉得心情变透亮了，空气里全是草木的清香，深吸一口都能感觉到清新感顺着喉咙往下走，连感冒的闷痛感都减轻了不少。早上天刚亮就听到小鸟叽叽喳喳唱歌，它们的叫声脆生生的，像在开小型的演唱会。我躺在床上听着，都觉得比闹钟还管用。爸爸看我难受，特意给我冲了感冒药，喝下去暖暖的，再配上这治愈的环境，感觉精神也好了不少，至少能坐起来给你写信了。晚饭过后，我突然想起今天该我刷碗了，看着水槽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碗碟，瞬间石化，但谁让今天该我洗碗呢？只能硬着头皮开干，洗洁精泡沫堆得高高的，我一边刷碗一边忍不住哼起了歌，结果因为感冒嗓子哑得厉害，原本温柔的情歌被我唱成了沧桑的摇滚版，还带着浓浓的鼻塞音。恰好我们家还住在路边，估计已经吓到了不少过路的人。不过洗完碗出来，瞬间被窗外的月亮惊艳到了。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，挂在天上的巨型灯泡把院子照得明晃晃的。我站在院子里看了好久，突然想起小的时候，觉得月亮会跟着我走，走几步回头看，它还在头顶上，我一动一下，它就跟着我一动一下。那时总以为月亮是我的专属小跟班，长大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月亮一直在按自己的轨迹转动呀。肖战先生，你拍戏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月亮？最后要叮嘱你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拍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别像我一样感冒了呀。赶通告的时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。今天的信就写到这里了，希望我的感冒能快点好起来，也希望你拍戏顺利，每天都开开心心。明天见。肖战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是我给你写100封信的第14天了，今晚只想好好说说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你。大家总说是因为你颜值高，但对我来说，这真的是你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。我更着迷的是你藏在颜值背后的满身才华与通透品性。记得看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肖冲生为了寻找红围巾女孩，把画像贴在什刹海滨场的样子，认真又执着。你画的画可真像。《朝阳伴我》里，你笔下的细腻线条，又藏着角色的温柔内心。
原来你把画画的热爱早就悄悄融进了每个角色里，而现实中你更是把日子过成了诗。记得生日的时候，你亲手烤的开水壶蛋糕，沾着面粉的样子，像邻家大哥般亲切，连粉丝的小昵称都藏进了奶油里。原来你不仅会画画，还会做蛋糕，这份双向奔赴的真诚，比任何华丽的祝福都动人。你的才华从不止于画笔和厨房，舞台上你全开麦唱跳式的爆发力让人热血沸腾，镜头下你用徕卡记录家乡重庆的棒棒军，4幅黑白摄影作品在徕卡白棉展展出，用交错页的缝隙这样诗意的镜头语言诉说城市的变迁与烟火气，让我看到你对生活的深沉观察。更不用说演戏时的你，陈情令里魏无羡从明媚少年到夷陵老祖的蜕变，莲花坞覆灭时那句破碎的我没有家了，不夜天成崩溃的嘶吼，每个眼神都藏着层次与张力。藏海传里的权谋博弈，德贤景致里减重15斤的敬业，你用细腻的表演让每个角色都住进了我的心里，更是千千万万个观众的心里，成为难以复刻的经典。更让我着迷的还有你骨子里的谦逊和清醒，接受采访时会拖鞋盘腿坐，像和朋友聊天般接地气。面对一夜爆火的评价，你说怕爆火遮住大家的眼睛，这份从低谷走来的通透格外珍贵。你会在剧组请教道具组怎么让蛋糕造型立住，会在零下29摄氏度的雪地里拍戏到睫毛结霜，会把粉丝的喜爱化作前行的动力，却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温柔与敬畏。这样的你，难怪能收获全年龄段粉丝的长情陪伴。超话百万千道的热度从来都不是偶然。肖战先生，喜欢你的这些日子里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把热爱做到极致，把真诚刻进骨子里的人。你用作品传递价值，用行动诠释坚守，让我明白优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会继续在这儿为你写下剩下的86封信，看你解锁更多的可能。今天晚上就说到这儿了，愿你永远保持这份赤诚与热爱，被世界温柔以待。晚安，我们明天见。会在零下29摄氏度的雪地里拍戏到睫毛结霜，会把粉丝的喜爱化作前行的动力，却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温柔与敬畏。这样的你，难怪能收获全年龄段粉丝的长情陪伴。超话百万千道的热度从来都不是偶然。肖战先生，喜欢你的这些日子里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把热爱做到极致，把真诚刻进骨子里的人。你用作品传递价值，用行动诠释坚守，让我明白优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会继续在这儿为你写下剩下的86封信，看你解锁更多的可能。今天晚上就说到这儿了，愿你永远保持这份赤诚与热爱，被世界温柔以待。晚安，我们明天见。肖战先生，晚上好。今天是我给你写100封信的第15天了，翻了下日历才晓得今天恰好是腊月15。好好的算一下的哈，我居然是从腊月初一就开始给你写信了，我自己都没有发现。按照农历的气候来讲的哈，腊月、正月和2月本来就算得是春季的嘛嘎。这么一想的哈，我的信居然是跟到春天的脚步启程的，就是春天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给你写第一封信了。看起倒像是一场早就有预谋的温暖奔赴了，那是巴适得很。我这个心里头比吃了盐源的糖心苹果还甜。今晚上的月亮格外的圆，但是我感觉没得昨天的亮。老辈人摆腊月15是旺日，这天的阴晴里面可能是藏着就是这一年年经的一些小秘密的哈。如果月亮明晃晃的哈，可能今年子的洋芋和苦荞就会长得好。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最近天气慢慢的暖和起来了，风也不咋个冷了，就像生活里头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柔噻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就钻到我们的身边来了。这段时间写信给你已经成了我每天最安心的一种仪式感了，仿佛把细碎的一些心思跟一位远方的挚友摆龙门阵一样。哪怕你没有回应我，但是我也觉得格外的踏实。
人果然是需要一些这样的精神寄托的，就像你用作品给了我们无数的力量一样，心里头暖烘烘的，安逸得很，比围到火塘边烤洋芋还舒服。最近又刷到一些关于你的消息，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只希望所有的传闻都不及你真实的顺遂。其实你也不需要说太多，你身上的闪光点我们都看在眼里的。会用歌声治愈人心，不管是碎碎念念里面的温暖，还是舞台上的激情唱跳，都让人沉醉得很。会用画笔勾勒心意，跟演员匠人画唐卡一样细腻，还会用镜头来捕捉生活的温度。那些藏在光影里头的思考，满满的都是真诚。你还会用演技赋予角色一些灵魂，从不同题材的作品里头看到你稳步前进的脚印，就像索玛花扎根在这些山上一样的扎实。这样多才多艺又始终踏实的你，难怪会让人一直偏爱嘛，简直是我们心目中最凶的人了，咋个看都喜欢。你看嘛，又会画画，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，还会做饭，还会做蛋糕，还喜欢养猫。嘿，我突然插了一句普通话进来，晓得你已经要官宣2月5号参加微博之夜的消息，今天真的满心期待，脑补一下你踏上红毯的模样的哈，一定还是从容又耀眼的吧？不晓得会带来咋个样的惊喜造型哦。全网都在盼着这场盛会，盼着能看到你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，也盼到那些温暖的互动瞬间，比我小时候盼到过年还要期待。只是希望你在忙碌彩排和准备的同时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。最近的气温还不稳定，早晚还是冷得有点恼火，不要忘了添衣裳保暖，不要熬夜熬得太凶，不要喊身体太累了哈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要像长在盐源这些山上的松树一样的硬朗哦。腊月15过了之后，我感觉年味就越来越浓了嘛，好像。盐源这边已经开始准备一些年货，杀年猪、灌香肠这些了。坝子里头到处都热闹得很，而且今年过年还有好几场酒要吃。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感受到这份年味了？不管你在片场赶工，还是为盛典做筹备，都希望你在奔波中能够带手一下休息的时间吧，吃到自己合心的饭菜，睡个踏实的觉。生活就像腊月里面的天气，虽然有冷暖交替，但也会朝着春暖花开的方向走去的。就像你一直以来的坚持，总能让我们看到向上力量的嘛。今天又搞暗了，希望你晚上有个好梦，明天有暖阳相伴吧，天天都要过得安逸又舒心哦，没得啥子烦恼的心事。希望你的心情像盐源的天空和湖水一样的清澈又干净。期待你2月5号的微博之夜，更期待未来每一个有你的精彩瞬间。那今天就晚安喽，小展先生，明天见嘎。